大家好，我是扫地僧。是不是很多人告诉你2023年千万不要负债呢？那么我可能是整个互联网上唯一一个告诉你，如果你希望财富自由，你一定要去负债。你可能接受不了我的话，甚至觉得我在放屁。在经济这么差的情况下，扫地僧你还去加大负债吗？但如果你愿意看看金字塔上层的世界，有些资讯还是很透明的。你会发现，就算是08年的金融危机，现在的疫情，那些能够生存下来的，甚至越来越富的顶级富豪，还有上市级别的公司呢，他们处理危机的方法不是减低负债，而是裁员节省成本啊。你去看扎克伯格的脸书裁员了13%，马斯克的 Tesla 大裁员了50%。亚马逊裁员了1万人，甚至连 Netflix 这家反裁员的公司呢，也 fire 掉了几百人呢。但如果你去翻阅这些公司的年报，他们没有一家公司不是大量负债的，而且很多的企业甚至越借越多钱啊。比如说李嘉诚，原因就是他又开始借钱买地了。很多人说这个人老了不行了，但你不知道的是，他最近又再一次成为了香港的首富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我们做生意和投资的人永远追求的是一个负债的状态。我告诉你一个真相啊，比如说我们拿着1个亿美金，本来这1个亿只能买1块土地的资产，但当经济萧条出现的时候呢，这1个亿的土地变成了5000万，现在就可以买到2块土地。那我们的做法就是先把以前养着的那些赚不到钱的员工都裁减了，这样就减少了开支，就代表了增加了现金流嘛。以前我准备了1个亿去发薪水的，现在这1个亿都用不到，那代表了我手上又多了1个亿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拿着2个亿去做抵押，去跟银行贷款4个亿，然后用这4个亿去购买8块土地。这时候你可能会问，如果土地的价格又下跌了怎么办？那么我想问，这块跌了50%的土地还会继续跌50%的可能性有多大啊？银行就是因为评估这个可能性不大，所以才敢借钱给我们的。而就算跌了50%，我们还有2个亿的现金流去还吧。更不用说公司负债，就算破产也不会影响我们的个人财产的。之前的影片有详细的说了，也就是说经济好的时候，我们多请一个人养着也是无所谓的，因为一家公司有些人就是负责倒茶的，有些人就是负责赚钱的嘛。当经济不好的时候，那些有价值的资产被低估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到处都是机会，所以我们的做法就是裁员，在提升现金流的同时呢，不断的负债买地建房，或者拓展新的业务。而穷人被裁员，他们就理所当然的认为经济危机来临了，都要失业了，就更应该去减少负债，所以就把房子和土地便宜的卖给了富人。而当经济恢复，我们又会把失业的人请回来，然后他们只能更努力的替我们工作，目的呢就是去买下我们已经推高价格的房子和土地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你知道富人为什么可以成为富人了？因为我们在干的就是让穷人出卖他们的灵魂，帮助我们扩大权力，然后让更多的穷人替我们工作。那为什么穷人会愿意为我们卖命呢？大部分人觉得是因为我们有钱。按照这个逻辑呢，我们是因为有钱，所以才会有钱的吗？那如果这世界没有金钱这东西，难道就会没有贫富差距吗？我告诉你吧，我们玩的是一个叫做私有制的局，而布局的方法就是利用负债。今天这部影片你预期会非常的详细，是因为如果你一辈子只会看一部真正能够帮助你财富自由的影片，我希望这个就是那一部啊。那么第一件事，跟我的思想做连接，为我撑腰点赞。第二，这个频道是专门培养老板、投资家、有钱人的。如果你不想要错过这些资讯，你可以跟其他的45万兄弟姐妹一样，免费的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开启小铃铛啊。首先你留言告诉我，到底是为了赚钱才去投资的，还是为了投资才去赚钱的？就是说投资的赚钱到底哪一个是手段，哪一个是我们真正的目的呢？这个问题很重要，你想明白了就可以瞬间抛离97%的穷人。我告诉你，这世界在玩的是一个叫做私有制的游戏，而不是金钱的游戏。也就是说，金钱在富人的眼中就是浮云。这不是说因为我们有钱所以才会不在乎钱的废话，而是说我们由始至终追求的根本不是金钱，而是私有化。导致贫富差距的不是金钱，而是私有制。
你想不明白呢，我们就回到古代。以前没有钞票的时候，人也是会分3、6、9等的。为什么？今天我们整个族群来打架，没有人打赢我，所以这片土地呢都是属于我的。而你为了可以在我这片土地上面生存，你就必须要有求于我，那么我就可以向你索取。你需要付出劳动，替我工作来回报我，而我什么都不用做，我不需要付出任何的劳动。这个就是贫富差距的本质，也就是丛林法则，弱肉强食，千古以来都是无法避免的。强者就可以占据稀有的资源，而弱者只能被剥削。那么你就能够理解，我们不是因为拥有了金钱，所以才能剥削穷人的，而是因为拥有了稀有的资源，你不得不向我低头，所以你只能心甘情愿地为我们工作。那么我们最大强者是谁啊？不用说了，是我们的国家，对吧？所有的土地、武力、粮食的稀有资源呢，从古至今都是掌握在国家手上的。这个你要搞清楚啊！你以为你的个人财产其实都不是你的，国家是可以随时向你夺回的。但只要你不犯法，你的财产还是你的。那这就太棒了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可以私有化某些稀有的资产。比如说，我们不可能拥有一个军队，对吧？但是一块土地、港口、酒庄、一家像苹果一样的公司、一套房子等等，都可以是我们名下的。那么为什么这些是稀有资源呢？还是那句话，我有多出来的一套房子，你没有，你想要有个地方住，那么你本来是要替我工作的。但现在不用，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出现了货币，你要吃喝玩乐，要购买东西，要交换别人的劳动，都可以使用货币的时候呢，那么今天你想要住我的房子，你出去找工作，赚到钱了，把钱也就是租金给我就好了，这就相当于金钱代表了你的劳动力。那对于我来说呢，金钱不代表我的劳动力，因为我什么都不需要去做，我就可以获得你的劳动力。因为我占据了住房资源，所以整个社会不得不供养着我，我不需要出去工作就可以丰衣足食了，能够理解吧？只要资源是有限的，只要存在争夺，就一定会有贫富差距。所以贫富差距的本质呢，不是谁的钱多谁的钱少的问题，而是我们占据的资源可以不劳而获，但97%的人呢，因为没有占据资源，所以就不得不出去工作。去年世界杯在卡特尔举办，那边的人说啊，以前要坐飞机到其他的国家才能看到世界杯啊，但后来才发现，原来举行一场世界杯花的钱跟我们搞一场婚礼是差不多的。那为了方便我们的老人不用跑来跑去，所以就拍下了这个世界杯举办的机会。但你知道，在东京举办一场奥运会才130亿美金，而这场卡塔尔的世界杯呢，就花了2000多亿美金啊。他们那边比较勤奋的老百姓呢，就是每天工作3个小时，再勤奋一点呢，就是加班到下午2点，实在不想工作了，他们的政府呢还会每个月给你发放2、3千美金的补贴，也就是说，他们可以选择不劳而获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占据了全球1.72%的石油，还有12.5%的天然气。所以我小时候玩过大富翁，我就已经知道致富的秘诀是什么了，就是4个绿色的房子，一个红色的宾馆。很多人问我买什么地方的房子会暴涨啊，今年的房价会不会涨等等的这些话。而如果你现在格局高一点，你就会知道这些人就是希望投资来赚钱的。这个不叫投资，叫投机，因为这是在玩赚差价的游戏，把赚钱看的是最终目的的人呢，恕我直言啊，就是韭菜。普通人存的是钱，而我们存的是房、是地、是稀有的资源。因为4个绿色的房子，一个红宾馆的意思呢，就是告诉你，通过占据这些资源来强迫这社会的人不得不供养着你。那最重要的问题是，有的人会说我没有钱呢，我的祖辈又不是地主，那么我怎么可以拥有这些稀有的资源呢？这个就是大部分人对稀有资源的误解。资源呢是可以无形的。各位，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创业？你知道创业玩的是什么吗？玩的就是 YouTube 上25亿的人，每个人给你1块买你的产品和服务，你就有25个亿。1万个粉丝，每人给你1000，你就有1000万。粉丝将会是未来最稀缺的资产，粉丝就是商家必抢之地啊！粉丝就好像一块地皮一样，你拥有了这块地，那些商人就只是替你打工罢了。今天你到实体门店逛一逛，那些租金几千美金的实体店，你从早到晚数一数，能进去店里面的人呢，很多都不超过20个。
你愿意开着门店等一天，你觉得很 OK， 但是你却不愿意把一部影片放到网上。一开始你觉得2个小时只有100-200人观看，很尴尬，然后就放弃了。但我问你，今天你店里面进来一个陌生的顾客，他不说话，就到处去看衣服，摸了又摸，试了又试，请问你要不要伺候他？就这一个人呢，可能前后就伺候了1个小时，最后呢，他什么都没有买。但大部分的人就觉得辞职去做这样的生意很充实。别再骗自己了，我告诉你，创业根本不需要冒这样的风险，不用辞职，你就副业去搞影片，你什么店租啊、员工的囤货等等的成本都不用，你最起码赚到的每一分钱都是你的利润。就算只有几百人观看你的影片，他都比你坐在店里面发达好像100倍吧。那么试错成本低呢，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赚到大钱，必须要是财富并且自由。我告诉你，只要你有一套可以复制的系统、方法还有方向，那么这绝对可以成为你终身的事业。实体生意、股票、基金、比特币、外汇等等，都在经济最差这段时间的崩盘了，唯独我和我的弟子，生意反而越赚越多，年赚7位数美金。我们的弟子不需要是明星名人，长得漂亮，甚至不需要有任何兴趣技能，就可以打造一个24小时自动赚钱的品牌。怎么做到的呢？什么都不说了，我把整套方法记录在一个2023年全新的培训营里面。这课程定价是300美金，但今天不需要300、200、100，甚至1块都不用，只要你有订阅我，为这部影片点赞，你就可以完全免费的走进我们的培训营。如果你现在看到这个机会，你缺的只是一个真正有结果的师傅，那么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点击影片描述栏上的第一条链接去报名了。所以钱多钱少只是表象，真正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抢夺稀有的资源。我们的玩法是先建立个人品牌这个资产，把赚到的钱去买下其他稀有的资产。我们不要钱，要资产，能听懂吗？也就是说，钱只是我们获得稀有资产的手段。那为什么其他人要告诉你不要负债啊？因为这些人不想也不敢对你负责任，他们只会危言耸听，只会吓唬你，这样你什么都不用做，就不会有损失了。同时他们还得到了人气，对吧？但你会发现，这世界的玩法就是穷人借钱给富人，让富人去占据稀有的资源，然后再去掠夺穷人的。有一个游戏呢，毫不夸张的讲，可以让你迅速的了解这金融和经济的本质。假设现在有3个人，大雄是种苹果的，小新是做衣服的，米奇是打鱼的，并且他们现在身上1分钱都没有。有一天呢，大雄想要找小新做件衣服，小新的报价是2块。但因为大雄身上没有钱，大雄说这2块就先欠着，小新就答应了，做了一件衣服给大雄。然后小新呢想要找米奇买一条鱼，米奇报价也是2块，但因为小新身上没有钱，所以他也欠了米奇2块钱。然后米奇呢找大雄买了1箱苹果，大雄报价也是2块，但因为米奇身上没有钱，所以也欠了大雄2块。到这里呢，大雄欠了小新2块，小新欠了米奇2块，米奇欠了大雄2块。他们3个人的总共负债就是6块，对吧？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要让这6块的债务消失了，要多少钱呢？答案是1分钱都不用。接下来我扫地僧出现了，我先找了大雄买苹果，并且预付了1块定金。那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大雄拿着这1块还给了小新，小新因为还欠米奇的钱呢，所以就拿这个刚到手的1块还给了米奇。米奇因为还欠大雄的钱呢，于是又拿着这刚到手的1块还给了大雄。这1块又重新回到大雄手里了。还记得大雄还欠小新1块吗？于是大雄又把这1块给了小新，债务就还清了。同样，小新又把这1块还给了米奇，米奇最后把这1块还给了大雄。最后的最后，这1块重新回到大雄的手里。而我扫地僧呢，忽然说不想要买苹果了，问大雄拿回了这1块钱。于是呢，大雄就把这1块还给了我。这一轮下来，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对吧？但是这3个人6块的总债务呢，都消失了。其实也不需要1块那么多，1分钱也可以，只需要按照上面同样的方法转动600圈，债务就消失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这3个人，你欠我的，我欠你的，其实这时候债务已经互相抵消了。而这银行借来的1块钱呢，只不过只是走一下过场而已。但关键是因为这3个人的负债行为呢，让社会多了1件衣服、1条鱼、1箱苹果，总值6块的 GDP 啊。而这期间的货币流通量呢，只有1块。那么夸张一点，把它弄到1亿件衣服、1亿条鱼、1亿箱水果，
总价值6个亿的 GDP， 其实市场上也只需要1块，让它轮回转2亿次，这种债务呢也会消失的。这就是债务神奇之处。关键是我们该如何让这件事情发生呢？其实经济玩的就是交换，货币只是为了成全以物易物的交换。比如说你上班以后发了薪水，你拿这笔薪水买了几件衣服，这本质上是你用上班付出的劳动力换取了几件衣服。你明白了这一点呢，你就会理解富人追求的不是钱，而是债务。因为真正流通的不是钱，而是债务啊！想象一下，一笔债务的诞生呢，就会诞生一张欠条，而负债的人呢，一定会想要赎回那条欠条。这就意味着欠条会被负债的人追求，也意味着负债的人为了还清债务，不得不劳动生产，所以未来社会的产值就会增加，而整个过程是不需要有额外的成本的。这个就是债务的魔力。所以你有看我之前的影片，你就能理解为什么你手上的钞票其实就只是一张欠条。你害怕负债，但是这钱的本身呢就是负债，而且这个钱本来就是不存在的。你可能会觉得不对啊，我手上还是有钞票和现金，都是可以摸得着的。但我想要问，你有见过100万美金吗？100万美金是我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1年的收入，但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100万美金。它对我来说就是一串数字，甚至不是真实存在的。什么意思呢？今天我到银行借了100万的美金，去买了一套房子，银行它透过电子转账帮我把这100万付给了房子的卖家。但这时候其实银行并不需要真正用到100万的现金，它只需要让卖家在银行账户上面看到100万这数字就 OK 了。这100万实际上呢还是在银行那边的。但那个卖家看到银行上多了100万，所以就把房子卖给了我，然后我把这套房子租给了你，你到处去打工，目的呢就是为了付这套房子的租金给我。50年过去了，我欠银行的钱和利息呢早就在20年前还清了，而这套房子呢也已经属于我的呢。我每个月已经不需要工作了，因为你交的房租已经足够我生活了，而你呢，你还在继续的工作，这就相当于什么呢？你来替我们工作，然后养活了我跟银行，而这100万银行是没有拿过出来的，我也没有拿过出来，这本质上是不需要存在的。而我们跟银行呢，从头到尾都不需要付出任何劳动，这100万都是凭空而诞生的。但同时呢，你却不断的追逐它，也就是说，你无意间就被资本家牢牢的控制住了。你赚的钱有超过一半到了房租里面，生活费、旅行费这些钱都花完了之后呢，你根本没有机会剩下一点钱去买一套房子给自己住，所以你就只能继续的租我的房子，然后一辈子就只能替我工作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今天互联网上的人教你不要去负债，他们不敢也不想对你负责任，对吧？他们怕你万一还不清这负债，然后你就要破产什么的。但你想过吗？资本家都是用一个不需要真实存在的负债来操控你的。你不想要被操控的话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像资本家一样去负债买房，然后把房子租给别人，让别人替你买下这套房子，这样你才有立足之地，这样你的子孙以后才不需要租房替别人打工，这样你才能够摆脱被资本家控制的无限循环。能听懂吗？所以那些问我房价会不会涨的都是韭菜，因为我们买房玩的根本不是赚差价的游戏，而是说去负债，获得房子私有化的权利，再拿这套房子去操控别人。其实不一定是房子，所有稀有的资源都是可以的，能够理解吧？为什么这个是世界真正的游戏规则呢？因为刚才说了，我们真正最强大的强者是谁啊？伟大的国家嘛。那么这一套游戏规则是谁发明出来的？以前的大英帝国大家听过吧？美国霸权大家听过吧？为什么他们能够发展的这么快呢？因为他们的人民都在不断的还债啊，债务是一个国家拉动产值的核心啊。人们为了还清债务，所以需要不断的工作，所以美联储不断的印钱呢，然后把钱以很低的利率借给资本家去购买稀有的资源，帮助他们开公司，让他们建铁路、物流、港口、工厂等等，让下面的老百姓为了生活不得不出来工作，而且为了提升生活水平呢，所以还要去学习和进修，导致了他们国家的人民知识水平都比较高，但依然还是被资本家所控制。因为最可怕的是，印钱的美联储就是一家私人的银行，而银行家的背后就是资本家的势力、财团家族的势力啊。
也就是说，富人和资本家为什么我们不怕借钱呢？因为这是一个闭环哦。我借钱来发你薪水，你替我来工作，然后买我的东西，最后这钱呢还是重新回到我们手上，然后就消失了。当年我明白了这个道理，我立誓一定要加入资本家同一条阵线，而唯一的办法就是负债去获得稀有的资源，从买房子开始啊，或者你可以顺着创业的风口去建立属于自己的轻资产。一个人的眼光决定了他看不看得到趋势，也决定了他是平还是富。自媒体发展的速度太快了，人类已经慢慢的完全生活在互联网了。你会发现，无数的无名小孩已经通过自媒体把他玩玩具的过程拍成影片，连赚几个亿美金了。有人在网上唱歌跳舞能够赚到钱，有人在网上卖火锅能赚到钱，有人在网上卖衣服能赚到钱，有人在网上真的只是装傻也能够赚到钱。化妆、表演魔术、打球都能够赚到钱，赚钱真的太简单了。各位，万物皆可做自媒体啊！你缺的只是一个真正有结果的师傅，用一个系统化的教学来带着你，让你直接去复制他的思维、方法还有结果。我的弟子只要搭建好自媒体这项资产之后，只要有人点击他的影片，他就会有被动收入。你可能会以为这个是广告费的收入，其实不然，因为这样只是替 YouTube 打工。我们做的是在互联网上做生意，而 YouTube 只是我们选择的平台去搭建我们的品牌。而这个品牌完全是属于你一个人的，你可以无地域和时间的限制，赚到的钱完全是属于你的。我们人一天工作最多8个小时，而互联网是7天24小时帮我们收钱的。也因为如此，我们不是说赚到了财富却没有了自由，我们是把被动收入赚来的钱拿去投资房地产，再为我们带来被动收入。你会发现，疫情这段时间全球经济最差的时候，我们的生意却反而是发展最快的。当大多数的人都不能出门做生意，而我们的客户却自动的在互联网上找上我们。你知道回报率最高的投资、最重要的买卖是什么吗？其实就是你的脑袋，因为我们的脑袋可以帮助我们生出无限的资产。如果你不想要靠卖体力、时间去打工赚钱，把赚到的钱都奉献给你的老板，自己拿一丁点的薪水，每个月交房租就没有一半，更不敢去花钱，生怕自己出什么意外，家人就没有人养的话，真的，你一定要在影片描述栏上的链接走进我们创业商学院的大家庭。你要从今天开始给自己树立一个新的训练系统。首先从招生方面，我会给你一个系统模板，就是说你不懂 SEO、网络营销、演算法、设计、演讲等等自媒体所需要的技能呢，你都只需要复制和套用我的系统在你自己的身上就 OK 了。哪怕你将来只是开一家 marketing 公司，你都可以用这套系统来赚钱。而最重要的是，我会让你完全把富人的思维方式全都推翻，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思维方式。如果你有机会走进商学院，你会发现我的弟子很多都已经是百万富翁以上，甚至是潜在的百万富翁。我们有一个几千人的商圈群组，大家可以在里面互相分享赚钱的第一手资讯、资源、人脉，大家互相潜移默化的去影响彼此的潜意识。如果你不是住在豪宅，那么这里就是一个可以让你身边的人都是富豪的地方。那么我还会私人的重症财富自由品书会永久汇集，你可以不需要再看书了，你就直接听我们团队为你拆解100本书的精华思维，去听我不定期更新的关于地黄术、销售还有财富自由的课程。那么好消息是，现在加入还会有前期非常大的优惠，而坏消息是，这个优惠快要被我们团队取消了，因为我们只会随着内容的更新不断涨价。所以有兴趣成为我弟子的，一定要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链接加入啊！钱呢，本来就是负债，而且这负债放在你的手上，它的购买力会不断的减弱。也就是说，连美联储都压不下来的通胀问题呢，只会不断的让你手上的钱越来越没有价值。但是人类对于稀有资产的需求呢，是永恒不变的，这需求甚至会随着经济发展更加的旺盛。其实购买资产就是在做空纸币。李嘉诚是怎么变富的？很简单，他就是比大多数的人更早看透世界竞争的本质，是稀有资产的争夺，于是就不断的购买地皮，甚至负债去购买。随着香港发展的越来越快，他因为占有了大量的用地，拥有了港口、商业和住宅大楼等等，靠着租金收入就成为了首富了。巴菲特是怎么致富的？他就是早期买了几个科技股，还有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，持有到现在，靠着分红而致富的。那我们普通人该怎么做呢？我们要明白自己该存一些什么东西留给后代，钱呢，还是稀有的资产呢？今天你因为这部影片而觉醒了，你就不会瞎忙活这一辈子了。
好了，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-2句话是有用的，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那么接下来的每周四8点30分，我都会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、企业家、投资家、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。如果你不想要错过，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开启小铃铛，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。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好了，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，拜。